自疫情后，美国就开始大放水，疯狂印钞，割全世界的韭菜，而这样也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割韭菜起码还有点体面在。然而，最近美国又干起了强盗的老本行，开始毫无下限的公然抢钱，无论是对对手还是对盟友都不放过。近日，美国能源信息署公布美国3月份石油进口数据，有观察人士注意到，美国在3月份平均每日从伊朗进口了33000桶原油，总计约100万桶。而美国早就对伊朗石油进行制裁，美国哪儿来的伊朗石油？随后法庭文件显示，这些石油是从伊朗那儿没收的。今年，美国在阿联酋扣押了一艘向中国出口石油的伊朗油轮，并将船上的200万桶石油卖了，获利1.1亿美元。去年10月，美国进口的110万桶伊朗石油也是扣押得到的。这和海盗有什么两样？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国。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之前，美国海军研究所的研究员、退役海军陆战队将领马克·坎西恩就曾提议，美国应向私人颁发私掠许可证，鼓励美军专门劫掠中国商船，从而减轻美国海军规模缩减带来的压力，还可以创收。现在看来，美国做出这种事完全不出意外，已经付诸行动。据新华社2号报道，美国出动海警船，直接在公海上扣押了中国大连远洋渔业公司旗下32艘渔船，被扣押的渔船所运输的产品全部都扣留在美国海关，理由是该公司存在强迫劳动等诸多违反人权的情况，这只是美国为抢劫编造的理由而已。海盗本性已经盖不住了。然而，不仅抢劫对手，美国又开始抢盟友的钱。近日，美国宣布对6国加征报复性关税，这6个国家为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印度和澳大利亚，都是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而美国最近所有怪异行为的根源在于缺钱。无论是到处收保护费、加关税、撤兵、退群、赖会费，甚至沦落到现在公然抢劫、大量印钞、薅羊毛，最终是需要有人接盘的。以前各国不得不接，因为国际贸易只有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美元和美军为辅的罗马帝国式体系，要做国际贸易就必须上这趟车，各国心知肚明，但也只能忍着。但到现在，很多国家发现了，除了美元体系外，有了其他可行的体系，这就是最近美国狂打意识牌、疯狂抹黑中国的原因。美国的核心通胀指标再度爆表，美国债务破纪录，美国物价正以30年来最快速度上涨，而收入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暴跌。多国开始抛售美债，罗马帝国就倒在财政崩溃上，历史已经开始重演。5月31号，解放军空军16架战机组成编队在南海上空巡航，此次是近些年来我军大型运输机出动规模最大的一次巡航，同时也是南海地区解放军出动规模最大的一次巡航。可次日，马来西亚外交部却传唤了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要求给出一个解释解放军16架运输机在南海海域训练的行为。据马来西亚空军表示，2架解放军运输机在巡航时一度飞抵马来西亚北部海岸60海里以外的南海空域进行可疑飞行，认为这对马来西亚国家主权和飞行安全构成了威胁。事情的起因到底如何还不清楚。马来西亚外交部长西山穆丁就先一步展现自己的强硬态度，声称马来西亚的立场非常明确，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建立友好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这不代表我们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不难看出，西山穆丁这是在给我国下马威，提前告知马来西亚的立场。可事情果真如该国单方面所认为的那样吗？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在随后就所谓侵犯马来西亚国家领空以及主权一事明确指出，解放军的战机只是进行了正常的飞行训练，且该训练是严格遵守了国际法，没有侵犯其他国家的领空。有关国际法早已经明确规定，中国军队在有关空域本就享有飞越自由，况且中国和马来西亚本就是邻邦好友，所谓的抵近想来不过是解放军战机靠得近了点，但这也是符合国际法的范围内的。中国向来希望以和平友好的方式与世界各国相处，马来西亚也不例外。不过话说回来，此次解放军战机进入东马沙巴州亚庇靠近中国南海最南端曾母暗沙附近，而南沙群岛又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绝对的主权，这是有充分的事实以及法律依据的，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军机训练并没有侵犯马来西亚所说的主权，想来该国不是不清楚。既然清楚还来这么一出，释放如此强硬的警告信号，其目的或许并不单纯。倘若如网友所评论的那样，往阴谋论上分析的话，马来西亚突然就此事件做文章，很可能背后有某些国家的怂恿。
毕竟在当前国际形势不稳定，尤其是在美国的教唆下，多国逐步逼近中国周边地区的情况下，很难保证马来西亚没有牵扯其中。倘若真如此，马来西亚内部怕是要慌乱了，这摆明了是作死的节奏。当然，这也只是猜测，但不管马来西亚此举是否有针对中国的意思，就如中方所言，希望马来西亚不要惹是生非。有关自由航行的话题，近日再次出现在相关媒体网站上，重新引起外界的热议。至今为止，美国打着自由航行的理由闯中国地盘的军事举动并没有停止。随着事态的发展以及拜登的上台，这种用民主和自由等词条扯大旗，为自己卑鄙行为打掩护的举动反而增加了频率。在此背景下，美国的伪装也被逐渐撕破，越来越多的国家看到美国光鲜亮丽表现的阴险内核，至此美国也干脆放弃了伪装。谁敢阻止自由航行，谁就要跟巡航导弹说话。这样狂妄的话放出来，足以证明美国态度非常嚣张，在面对中国时全然不把中国放在眼里。为了维护自己在全球进行所谓自由航行的权利，美国展现的态度是不惜一战也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可美国哪来的资格借自由航行在包括中国周边领域的世界各国的地盘上耀武扬威呢？自由航行是联合国海洋公约中的，在舰艇或者某飞行器不对某个国家产生威胁的情况下，这个国家就无权干涉舰艇的自由通航。说起来，国家军舰确实可以在符合海洋公约的情况下进行所谓的自由航行，但美国却在当时拒绝签订这项联合海洋公约，所以也就没有资格打着自由航行的理由到处通航。况且美国舰艇的一系列举动自由航行有着很大的差距，相比正常的自由航行，从公海通过，美军军舰一路靠近其他国家的领海红线，甚至直接入侵其他国家的领海。美国不过就是借着自由航行的幌子，展现自己军事实力，维护自己的全球霸权罢了。既然自由航行是借口，那为什么被入侵领域的国家不能进行反击呢？实际上是可以的。有着战斗民族精神的俄罗斯就在此前狠狠地对闯入黑海的美军军舰进行了反击。自从我舰奉命撞击引舰发生以后，美军到现在还心有余悸。美国向来欺软怕硬，真要是遭到对手不怕死的反击，也是怕的。这也是这些年来美军不敢过于叫嚣俄罗斯的原因。既然如此，为什么在闯入中国地盘耀武扬威，甚至如今联合世界多个国家一起，美国这么肆无忌惮吗？这样说起来，国人怕是心情很复杂，就如网友评论的那样，这锅中国自己背了，美国就敢自由航行公然宣战，摆明了是认为中国好欺负。这段时间以来，中国除了口头上的接连警告，再无其他，也难怪给了美国人中国害怕的错觉。说到底，还是中国给了美国叫嚣的勇气。如果中国能够像俄罗斯那样给予重拳一击，想来也不会有现在越来越多的军舰闯入中国领域的事情发生。